谢。哎呦，非常的激动。然后非常开心回到这里，非常开心回到这个舞台。但这次不是来比赛的，这次就是来给大家开一个场，然后也跟大家聊一聊，就一个脱口秀演员不比赛的时候，基本上每天都在干什么。很简单，就是长见识，每天都在长见识。我有个儿子，各位知道吗？哎，真的，时光荏苒，朋友们，当年我站在这个舞台上，我儿子刚刚出生，谁能想到2年后，我儿子已经2岁了？哇！天哪！然后我当时，我前段时间让他给我长了个见识，带我儿子去体检，我给他买了一个体检套餐，然后到了医院之后，然后医生跟我说，他说：“先生你好，你这个套餐里面啊不包含听力、视力和智力，要不要加钱测一下？”我说：“这是我唯一关心的3个指标，谁关心我儿子尿不尿糖啊？”然后我说：“得测呀，你这套餐套什么了？就套我了这个。”他说 ：“OK， 那我给你测呀。”他先把我儿子放了一个凳子上，然后在两边打了2个响指，然后给他拍了张照片。我说 ：“OK， 这是建立档案吗？”他说：“已经测完了。”我说：“就您这2个响指，大概我得单交多少钱？”他说：“您到那边交900块就行。”我说：“多少钱？”幸亏没问，我怕他觉得我听力有问题啊，太可怕。然后他问我：“那先生智力还测吗？”我说：“这不已经测完了吗？”他爹是这个智力，儿子能好到哪儿去呀？这不2代弱智吗？是吧？我带我爸也看过病，我带我爸看病的时候也很长见识。我爸是这样，我爸60多岁了，然后他呢小腿突然开始肌肉萎缩，然后我带他去医院，我给他挂了个巨贵的专家号，各位1200块，1200块。我说我爸的腿有没有毛病无所谓，我的孝心挑不出任何的毛病啊。当代24孝，留洋挂号。太贵了这个号，这号贵到我爸都开始胡言乱语了。我爸见到医生，先跟人家分析他的病情，说：“您说我这个病会不会是小儿麻痹呀？”医生说：“一般60岁啊。”就不小儿了。我听了之后，我就一个感受，我说：“你看，我说我儿子智力不用测吧？啊，祖孙3代弱智啊，这是。”但是1200块的医生真的很厉害，他捏了我爸小腿一下，就说出了一个特别让我长见识的病。各位100%真的，他说你爸这个病叫做肌肉周围神经病。我说什么病？他说就是您父亲啊，小腿肌肉的周围出现了神经病。我说哦，现在呢？现在还有神经病吗？更严重了，怎么可能？但是一直在长见识，我性格都已经变了。以前的我性格就是遇到什么事儿我就是努力啊，就是这样。我现在的性格就是尽力了，尽力了。性格发生很大的变化，发生这个变化是因为今年年初我长了一次见识，我受邀去参加 Vogue 的年会。Vogue 呢是一个很顶级的时尚杂志，它每年会邀请一些我们这种所谓的名人去参加哈。尤其是那种初出茅庐便大放异彩的人呢。哎呀，然后那些大放异彩的人没空，我就去了，我去了。然后我其实非常害怕时尚。有一次我去拍那个时尚杂志，然后那个人先给了我一件座山雕一样的皮草穿上，然后外面让我套上一个福尔摩斯那样的大衣，在外边还要套一个木木警官那个风衣，在外边还要穿一个雨衣。我说 OK， 是一会儿明星来了从我身上挑衣服吗？1.73米被当做衣服架子的这个机会可不多呀啊！我手抬起来再挂2个围巾得了。我非常非常敬畏时尚，所以那天 Vogue 年会的当天，我用单口喜剧演员最高的礼仪来打扮自己，我洗了把脸，甚至敷了个面膜，朋友们啊，哎呦。太精致了！我一看镜子，我说这还是留洋教主吗？这不仙女教母吗？哎
哎呦呦，太精致了。然后敷面膜的时候，我看了一部电影，名字叫《蝙蝠侠大战超人》。各位，蝙蝠侠，一个靠装备的普通人，他要跟超人这个外星人做决一死战。你知道在决战前一天他在做什么准备吗？蝙蝠侠第二天要跟一个外星人，一个会飞、胸肌能挡子弹、刀枪不入的眼睛能冒激光的外星人决斗。蝙蝠侠在健身。我说大哥，这来得及吗？啊，在那哐哐蹲腿。我说别蹲了，一会儿力竭了见到超人直接跪下了。不是，你现在练着健身干嘛呀？你是打算拿胸肌夹住超人的斗篷，让他飞不了吗？见到超人一展背，超人说：“我去，天怎么黑了啊？”你要干嘛呀？各位，蝙蝠侠尽力了，没有别的选择的努力，就只能叫尽力。我敷着面膜，我无比同情蝙蝠侠。正在这个时候，我收到了当天晚上 Vogue 年会的整体安排。各位，我被安排全程跟米卡一起合影。米卡是一个巨帅的外国 idol， 他的头就这么大。我与米卡。米卡去做脑部 CT 能给他打8折，你知道吗？我要全程跟他一起合影，一起拍照，一起接受采访。只要有他的镜头里，就有这么一张大脸。而我做的唯一的准备是敷个面膜。我说我有什么资格同情蝙蝠侠？我天！我当天还本来打算打扮成一个帅气的魔术师，知道活动安排的那一秒，魔术师变成了小丑。站在米卡旁边，小丑变成了好丑。米卡才是魔术师，一下子就把我的笑容变没了，太神奇了。活动现场我也尽力了，各位，真是尽力了。一屋子明星，你真不知道跟人聊点啥，一个话题都没有啊。我唯一能做的就是跟他们划拳。我以前以为划拳就是2个成年人在那比10以内的数字的大小。一个人在那5魁首啊，8匹马呀，你数字小你喝。我说这有什么好比的？比咱们就比大一点的呀。我从来没见过2个人划拳是比真正大一点的数字。一个人在那5的6次方，6的5次方，谁输谁喝。全桌人都懵了，谁输了啊？哎，在这儿啊，为了让各位能更好的欣赏后面的演出，我先告诉你们，5的6次方大。别一会儿演出也不看了。就想着拿到手机，点开计算器，点开之后还不会摁，只能在那5乘以5乘以5乘以5。尽力了，真是尽力了。但是最后也想给你们说一下那个结局。你们知道蝙蝠侠大战超人最后结局怎么样吗？一个人跟一个外星超人的结局是他俩打平了，他们俩最后和解了。他们和解的原因，说出来你可能不信，但这就是他们和解的原因，就是他们俩的妈妈名字一样。你看到这儿你就明白了，编剧尽力了，编剧得了剧本周围神经病啊，尽力了，真是尽力了。所以今天我也特别想跟所有比赛的选手们说一句。这个比赛名次真的不重要，尽力就好。如果可能的话，请务必尽兴。谢谢大家，我是刘洋教主，谢谢大家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辛博。刚刚庞博老师也说了，去年就是我跟嘻哈啊，上一轮我是挑战的付航，输得很惨。但是我会精神胜利。付航虽然票比我高，但我比他白呀。比他拟人。告诉自己不要在意1次2次的结果，慢慢来，用智商打败他。我管这个方法叫徐徐制胜。生活里我也比较爱比，
喝啤酒，我必须喝的最多，还得去洗手间的次数最少，如此甚好。为了比，我甚至会虚空锁敌。坐飞机起飞前，旁边的外国老头用手机看法国阅兵。在中国领土，你看法国阅兵，我得赢他。问 AI， 二战法国多少天投的降？此为1胜。我想了解一下滑铁卢战役，此为2胜。洗手间他去了2次，我1次没去，此为4胜。去他个零！我心想，老头你绷住啊，这是我替都德给你上的最后一课。然后他就开始看世界杯，留给中国球迷的时间太多了。我默默地戴上了耳机，他手机外放没有素质，我完胜。社交媒体整天逼着我们比，你看演专场，比不过内容就开始卷伴手礼。谁的伴手礼比谁的好。我要是想赢，就只能是大家买我280的票，伴手礼我送大家480童漠男的票。找不到王医生，可以先来找我王护士，我帮你们挂个号。总比也会很累，偶尔我也需要歇歇。我有一个不比的地方，就是桑拿房。我是个东北人，蒸桑拿我是童子功，没有对手，没必要比，因为我稳赢，永远都是我最先进去，最后出来。以后人类登陆火星，你们还得穿防护服，我带个手牌就能上。马斯克站在门口，男宾一位。关键寓意也好，进去了就能红。出了汗不冲还能热搜。但就在半个月前，我被一个桑拿大拿下了，给我征服了。墙上的温度计显示68度，我蒸了15分钟，5分熟。进来个洋人，进来第一件事他就把手中的矿泉水拧开，浇在了沸石上。嫌温度低，他挑战我。我争的是气，我也得争一口气。我相信汗水不会白流，每一滴都是为国争光。而且我东北人，喜剧能输，洗浴我还能输。坐在旁边跟我打招呼说 How are you？ 我捂着嘴跟他说 Fine, thank you。我都没说 And you， 说话烫嘴，汗流如注啊，都快干了。想喝水，渴，但我得等他先喝。他终于拧开了瓶盖，我倒了一口在嘴里，他又把水浇在了沸石上，我一口水也喷在了沸石上，但其实我偷偷咽了一小口。74度，我闻到一股淡淡的肉香。要糊了！商纣王当年炮烙之刑不过如此吧？我在这比啥呢？比干。
我也想把我的心挖出来看看，是不是上面刻着爱比赢？但我得忍着，要热哭了，但我得忍着，因为如果眼泪滴在了肺石上，决定以后再也不吃葡萄干了。只有我知道葡萄经历过什么。对着桑拿房的玻璃门，我的脑袋上开始冒白烟。我物化男性了。任何一个按摩师傅看见当时的我，都说不出那5个字儿：你湿气重啊。得精神胜利了，我南宁他。身材比我好，此为一败。体毛也旺盛，让了我一套保暖内衣。此为2败。关键老哥还把地下所有人留下的瓶子一一捡起来丢在垃圾桶里，素质还比我高。完败。要窒息了，我要出去，我要回家，我想我妈。你就站起来那一下，坐久了，起来猛了，头晕目眩，咣跪地下了。我说这一败，一败天地。他居然还过来扶我，一伸手，我赢了。他手臂内侧有个小纹身，他不能考公。临出去我还有半瓶水，我都浇在了肺石上。我要洋人死。他看见了对我说谢谢。出来之后脱水脱得我整个人都干了，人脆脆。猛猛喝水，找了个汤匙泡了半天才发。我脱水浸泡，我是个三体人吧？还向地球发射了太多的水滴。经验就是以后在桑拿房遇到陌生人搭话，记得不要回答。我不怕输，朋友们，但好像除了赢，我们也没有其他的评价体系。长期主义，那其实就是比谁活得长，还是得赢。这套段子得到大家什么评价，其实我也没有那么在意，但你就是不能说辛博你太水了。我干了。你们随意，谢谢大家，我是辛博。大家好，我是谢哈。哎，今年也来了，被勋博选了。去年他也挑战了我，我很喜欢这种坦诚的宣战，很喜欢跟好朋友一起玩一玩。今天来参加节目做造型的时候，化妆师就说：“哎呀，虾姐，看你去年1年都披了头发，我们今天把头发给你扎起来怎么样？”我说不要，大妹。因为当空姐这么多年，我快扎吐了。我现在对扎头发已经 PTSD 了，我甚至 PTSF 披头散发。然后化妆师说：“哎呀，姐，我就想跟你学一下，你们有很多法式的盘法呀，中式的盘法很多。”我说：“妹妹，理解一下，不是我不教，是我被职场捆绑了13年，被乘客喷了13年，头发被皮筋捆绑了13年，被发胶喷了13年。”他说：“姐 ，hold on。”就是完全看不出来，你当了52年的空姐，还在那里算30。我跟大家讲，辞职当天我完全能感觉到，除了我以外，最开心的就是我的头发。我在那儿办辞职手续的时候，走出大门，我感觉我的头发全部立起来，在那这是飞扬的感觉，就那种。不要怪我这么叛逆啊！确实这么多年我真的受够了。我发现，我们每一个乘务员扎头发，发际线都快推到背上了。最近世界杯大家有看吧？空中哈兰德。就
必须固定到哪种程度？就是碎发也不行，有胎毛也要剃掉，就感觉哪怕我们这个飞机，它是个敞篷飞机，我这么天上顶风飞行，落地了我头发必须纹丝不动，感觉你退休了可以直接这么抠下来，留给下一个空姐。你跟她说端好，这才是铁饭碗。女孩子应该知道，我们为了梳好头发、固定夹子，什么护士行业的、教师行业，大家都应该知道，就会别很多那种黑色的一字发卡，对吧？总可以了吧？没那么简单。在职场上啊，真的总有一些人在最简单的问题上最大化的为难你。他规定要求我们头发梳得一丝不苟，但是头上固定头发的夹子不能超过6个。朋友们，6个夹子，连我腋毛都夹不住。而且飞行前，我们所有乘务员必须经过一个所谓的仪容仪表检查岗，有一个人会拿一支笔在点你头上的夹子。有一次我就被检查到了，我叛逆嘛，我头发梳不好嘛，我于是洗软它，就别了7颗夹子，我就被检查到了，多了一个，7个，直接给我下航班让我去谈话。我一进去，我感觉我犯了好大的错，领导全部在那儿问我，说吧，为什么多了个夹子？我说啊。哪里啊？不能讲吗？领导说把你夹子从喉咙里抠出来。你在那种情况下，我本来想用幽默的方式化解尴尬嘛，后来失败了。但我实在没招了，不久后我就直接剪了一头短发。我短发空姐飞了很多年，但是又被一位领导说了我一下，他说你本来个子就这么高了，再加上你短头发，会很容易让旅客觉得你有距离感，这样很容易被他们投诉你没有亲和力。哦，高个子短头发亲和力不够，那你以后招你就招矮个子长头发，哎，你就招一群武大郎站在客舱跟旅客这么正式，对吧？什么都不用做，在客舱里面挑着担子把饼发完就可以了。但是行李就只有旅客自己放了。真的，我还跟我们领导 battle 过几句，我说为什么？他给出一个原因是为了让你们头发梳这么紧，限制头上的钢夹数量，是因为有一些可能哈，还有一些可能你们头发会掉在旅客的餐盘里。我说实话，你怕我们头发掉，你岗前培训，你第一天就给每一个乘务员发一顶泳帽。哎，我们就往头上这么一套，每一个人都天庭饱满，统一，每个航空公司的 logo 就打在泳帽正中心，对吧？旅客一按呼唤你乘务员来啦。你还觉得不保险的话，你干脆面试的时候你就直接招光头，没有那么多光头，你就给他剃成光头，对吧？你到剃成光头之后，很多问题迎刃而解，你都不用规定我们6个夹子。你剃完光头，直接给我们点6个戒疤，就这么2排点上。旅客上来看，其实是2排小字：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，当一天空姐发一天疯。我刚进公司的时候开会啊，听公司前辈们聊到以前的规定，说头发梳不好最高可以扣30，开会迟到扣30，扣完100直接滚蛋。我说那怎么办？前辈说你听我说。我们有加分项，朋友们听好了，我们有加分项，我们可以弥补。所有乘务员成功处理1次劫机，加5分。什么概念，朋友们？5分。我要成功处理6次劫机，才能抵我1次披头散发。我当时就在想，如果有最后1个月我已经扣了30分，马上被开除了，飞行的时候遇到一个劫机犯，我都不知道我是怎么办。我刚刚在那服务，妹妹说姐有个人劫机，我说哪里来了，我可以加分了。我刚要上去跟他搏斗的时候，我的同事弟弟一把拦住我说姐我先打吧，我已经扣了60分了。我说弟弟我也扣的差不多了，一起打吧。然后我们在殊死搏斗的过程中，劫机犯一把抓掉了我的泳帽，看到我头上6个戒疤。他说这是，我说和尚撞钟，空姐发疯，出家人不打诳语，只打狂徒，打完收工。说了，最后用尽全力把劫机犯打趴下，加5分。
还差25分，我真的没有办法了，我左算右算，我就像脱口秀主持人一样走到他的面前。请问你是一个人来的吗？旁边5位跟你是什么关系？是一个人来的吧？来，起来，起来，再结5次。这句饭在劫难逃，一看打不过，说不结了，不结了，不结了。我刚刚松一口气，他转头就要投诉我说，我要投诉你没有亲和力。我说啊，哪里啊？没有亲力吗？开玩笑，我这辈子其实都不想通过那样的方式去加分，更不想因为这些畸形的规定去扣分。如果非要选择一种畸形的话，我选择波音747。谢谢大家，我是西海，拜拜。嗨，朋友们，嗨，我叫于博，我叫于博。哎，真的，我不太适应这些。说实话，我知道我去年确实也上了这个节目，但不太好意思承认这种事儿。比如说，生活品质确实越来越好，好的有点太快了，老想买那个中产的了贵的东西。但穷人当时间太长了，不知道买啥。他们都说中产去户外穿那个很贵的那个鸟。哎，我买了2套贵人鸟。不知道中产到底买啥？我只会模仿中产。去年1年，只去山姆买牛肉，我都不做饭。一买半头牛就在冰箱里冻着，牛肉在我家定居了。我家现在户口本翻个第2页就是安格斯牛肋条。上个月买了一辆公路车，哎，太中产了，太中，是因为我刷到社交媒体，黄景瑜就骑公路车。我说那我骑和黄景瑜有什么区别呀？那玩意儿又不是用脸骑。刷着当天就去买了，店里买的。我们中产都去店里买。迪卡侬，车油啊，1300，打折的。我这骑上那辆车往家骑的路上，才发现自己不爱当中产，因为我家现在住宝山，车是在环球港买的，那回家路上得骑20几公里。骑公路车回郊区，那骑10公里没有公路了，骑进工地了，我在那修地铁啊，骑一会儿推一会儿，骑一会儿，太心酸了。工人看着我都可怜，那孩子别推了，别推，别，地铁马上就修好了。哎呦，好不容易从那个地铁里边推出来，哎。不想当中产，想跟旁边外卖骑手换车，想当众包，越骑越感受不到腿的存在，好不容易骑回家了，共情海的女儿，想要一双能走路的腿。我家是那个小区附近都叫什么共富4村，这个小区名一听就会丢自行车，这就是我和黄景瑜的区别。他住市中心，他那车据说10万，偷了就判。我那车1300，得偷3遍，刚够立案。哦，上网搜公路车怕被偷怎么办？网上默认骑公路车都是中产。第一篇笔记说可以考虑停在自己的车库里。太有道理了，你不说我以为得停在邻居的被窝里呢。最近的车库离我家1.7公里，我每天把车停车库，还得扫一辆共享单车回家。哎呦，我每天讲完开放麦，骑公路车回宝山，不像中产，像知青。没人告我上山下乡上宝山呐，那种心态越骑越偏激，越骑越不小资，感觉自己特别像在农田里边喝咖啡，坐在田垄上喝美式，哎呀，身后的农民在拿铁，
那中产越当越痛苦，哎呀，因为上海最近又到梅雨季了，那骑着骑着就开始下雨，周围电动车都有挡风被和雨棚，我就撅着屁股搁那硬骑。上海骑公路车是容易当潮人，有时候赶上雨大，诗人。住在郊区，边塞诗人。我那生活王维都描写过，单车欲问边。哎呦，骑回家浑身湿透，腰也直不起来，像刚从水里拿出来的龙虾。公路车是没有后面的挡泥板的，有虾线。我都开始问我自己，哎呀，那么累，为啥非得当中产呢？因为你不挣钱之前去模仿有钱的爱好真的很难，对吧？我会去打网球，但只能偶尔打，一家店只能打1次。那新人券第2回凭啥不让我用啊？我不是现在才开始虚荣，我从考大学来上海那年就开始幻想，在上海阶层跃迁。努力上流人士，我那幻想里边上海打工都上流。那个时候脑子里全是幻想有钱人的生活。上大学体育课学的是手球和高尔夫，这就是同济体育不教马术。要不指定让你们这帮上海人知道什么叫来自北方的游牧民族。上大学学高尔夫和学高等数学没有任何区别，毕业之后都用不着。你网球还能偶尔打。我家那高尔夫球场不让我用团购，太傲慢了。那么小众运动不让大众随便点评。干嘛呀？那我现在真的被架在这儿了。那些不体面的爱好，我不敢承认，我都只能偷偷做。我都睡觉之前偷摸下载一个快手，然后看，第2天早上起来还得卸载。我那手机快手下载量得有176次。我特别喜欢看里边这个视频，偷偷看，叫“跟精神小伙过一天”。你们去看，那个是最纯粹的快乐，每天纯玩，不在乎明天的玩，今天玩完就死，怪不得只能跟他们过1天。那里边他们的快乐太简单了，4个人骑一辆电动车就开心，4个人喝1杯蜜雪冰城就开心。4个人喝1杯满杯百香果，每个人都可以喝1/4杯25香果。我已经不敢承认我羡慕他们了。我知道我内心的真实声音是，相比于公路车，我确实更爱骑电动车。但我骑电动车听上去不像是一个爱好，那是别人的职业。你骑电动车在苏州河边拿着一杯再好喝的咖啡，都像是偷顾客的。骑公路车骑的车水马龙，就是破风的彭于晏。电动车但凡闯一个红灯，超时的南瓜。我真的被困在那辆上海的公路车上了。我不知道我的未来是要先爱上骑公路车，还是要先挣钱从宝山搬到市中心。但我知道我最重要的是先回家把牛肋条吃完。就讲完了，谢谢你们，拜拜。好，大家好，我是浩。Hello， 哎，很开心见到各位啊。然后我的职业是一个律师。哇。职业2年多了，但是已经跟法官兑现了20多年了，因为我妈的职业就是个法官。作为一个法官，他清楚孩子必须得管，如果少管就可能少管。他管理我的2大方针，跟有时候他的工作重点一模一样，严打。但是我妈严的很有自己的想法，
就比如说电脑游戏这个问题，在所有的家长都在为孩子玩游戏，然后两边焦头烂额的时候，只有我妈说要相信孩子。孩子想玩电脑很正常，我家孩子想玩，我从来不拦着。我们家都没电脑。也不是一开始就没有电脑，有，只是没有游戏。但是爱玩电脑的人只需要一个电脑，屏保可以玩，金山打字可以玩。后来我还自己研究编程，发现了一串神秘代码，快乐数字4399。我妈连夜给电脑拆走了，电脑在我们家从安到拆不到3月，百日维新。第一次从家里偷出证件去网吧，很紧张。到了之后，老板说户口本不行。他问我你要跟鸡子结婚呐？幸亏那个时候管得不严，现在是没有了。那个时候能找到那种未成年友好网吧。那老板以前好像是魔术师退下来的，你在你面前展开一副身份证，选一张。那开机之前不知道自己叫啥，那出门在外身份不用自己给，老板会发。但是作为一个律师啊，我的建议是不要去老赖开的网吧，正玩着呢，那网吧被法院执行了。我妈带的队，我在上网的时候落网了。就因为这次前科，一直到18岁，我妈依然扣押着我的身份证。她说我有网瘾。朋友们，太荒谬了，我怎么可能有网瘾？什么是瘾？瘾是断不了一直碰，我是碰不着一直想，我这叫网压抑。压抑就需要窗口，我就缺个 Windows。倒也不是想玩游戏啊，就看着那片草原我就开心。我那景色太美好了，你想那绿色的草原，什么蓝色的天空，那红色的警戒，那黄色的不看。高3的时候，我姥爷陪读，就搁那高中对面租了个学区房。我同学一开始一听这俩老人陪读，特别羡慕。他说：“老人陪读，你趁他们晚上睡觉，你就溜出去上网去呗。”他们根本不知道啥叫家有一老，如有一宝，保安的保。我妈租了一个 loft， 我睡2楼，我姥睡门口。为什么选我姥的陪读？老人家有先天优势，我姥有严重的神经衰弱。就那个觉轻到啥程度？大半夜我都早上一下冻着了，那声音就飘上来了，跟着声音一起飘上来的还有我姥和东阳光耀。东阳光耀为健康做好药，他俩就像深夜里的一缕阳光。啊不，2位保安都是我健康的守护者。只能等到高中好不容易休息的时候，才能有机会出去玩。你说去网吧指定是不行，只能说去唱 K， 一唱8个小时，一放假就唱，那眼睛度数都唱高了。那我姥就有点担心，说这么爱唱歌吗？这毕业了是要当歌手啊？我姥显然是多虑了，我这是假唱，假唱不配当歌手。高考前最后一个寒假，
就那个时候，每个人心中都有那种紧迫感，就包括我都有了紧迫感。我知道不能再这样，再不去网吧没机会。但是他们看得太严了，我只能给自己争取空间。我主动提了我要自己搬回到老房子复习，我妈同意了，但是在家里安了一个座机。我妈说安这个座机是为了方便联系。这真的，朋友们，我也是人生中第一次知道方便可以用来形容座机啊！我就问我妈，我说妈，座机咋方便呢？我也不知道我妈是不是点我。我妈说你要在家那就方便。你知道她说一切都全凭我自觉，就一件事，打电话得接。朋友们，你们现在知道啥叫座机了吧？那不就坐牢的机器吗？那我回来住的意义是啥呀？当接线员儿，玩不了电脑，我只能搁家玩电话。有一天接我妈电话的时候，不小心给那电话线扯断了，但是我妈的声音没有断。你知道撂电话之后，我把那座机后盖抠开，发现里面插着一张 SIM 卡。就那一刻我就知道 I'm free。也就是从那天之后，有的时候经常能在网吧看到一个背着书包的高三学生，他神色很慌张，就玩一会儿电脑就把书包拉开看一眼。也有哥们朝他借手机，但是他从来不敢吱声，直到有一天，书包响了，全网吧听那个书包以最大音量播放着《好运来》的铃声。我哥们一下就往书包里拽上，然后看着我。怪不得那天问谁带手机你不敢说话呀，这哪是手机呀，这不电台吗？其实我到现在为止一直都不确定我妈到底知不知道那个座机能动，但是我唯一确定的是我妈大概率低估了我的主观能动。她绝对想不到她的孩子可以在网吧厕所拿着那台座机跟她打电话。那旁边人都上不出来，我路过人也纳闷儿，啥事儿不能 QQ 说呀？但有时候外面的哥们拽门劲儿太大了。有一天有个哥们直接把门拽看了我一眼，不好意思，这有个公用电话亭啊。因为我觉得我妈可能不太了解一个青春期的男孩，她觉得对于一个青春期男孩来说，最重要的是自尊。她以为爷们儿要脸，但是爷们儿要战斗。开学前最后一天真的没有再去，在家补作业。但是那天我妈没给我打电话，我心里还有点失落。我说真在家又不打了，我说你打呀！以前我没得选，现在我想当个好人啊。然后发现座机落网吧厕所。今天讲到这儿，谢谢大家，我是浩。哎，嗨，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巴拉。啊，巴拉啊，我叫这个名字，大家就不难看出来啊，我爱看言情小说，对，喜欢左耳离巴拉。今天是我离巴拉最近的一次。真的很爱看言情小说，我身边的朋友就会教育我说，你越看言情小说，你就会变得越蠢。我说你从哪儿得到这个观点的？他说我刷短视频刷到的。OK， 因为我看书，他就是想放松，逃避一下现实，幻想一下。我不想白天和男朋友吵完架，晚上回到家还要打开一本霍乱时期的爱情。不想看霍乱的爱情。我想看那种乱的爱情，是那种乱的，一看我就火的爱情。然后青春期的时候，身边所有人都在看言情小说，结果一考试，他们就突然读过名著了，开始在那个作文里引用名人名言，只有我在那个作文里写，我说。饶雪漫曾经说过，
完蛋了，老师给我打一个大大的问号，就不会得高分。但是我总结了一下啊，饶雪漫不行，你要把名字改了，你改成鲁迅、泰戈尔、列夫·托尔斯泰。朋友们，推荐列夫·托尔斯泰啊，因为他名字比较长，一写一行。我就写列夫·托尔斯泰曾经说过，我们活在浩瀚的宇宙里。漫天飘洒的宇宙尘埃和星河光尘，我们是比这些还要渺小的存在，很有深度，引经据典。但这句话是周崇光说的。周崇光，我们《小时代》里的大作家。我也尝试过读一些好书啊，但是那些严肃文学的书名，一看到我就不知道他想讲什么。哎，一句顶10000句，一节比6节强，感觉像是我妈会跟我说的话，说我说你一句，你顶10000句，是不是？啊，言情小说的名字多直观呢，一眼你就知道他在讲什么了。霸道总裁小娇妻的第99次出逃，哎，这才是一句顶10000句啊！但其实看言情小说对我来说有一些影响啊，因为我很痴迷于那种霸总、黑道、强制爱，就我会幻想自己像小说的女主角一样娇弱、洁白，被一个孔武有力的男人扯入怀里狠狠爱。还有更恶心的，确实喜欢过一个男生，因为他是那种传说中会打架的混混。我很喜欢他不穿校服，在校门口假抽烟。你知道那个校门口烟雾缭绕，还挺帅哇！他假抽烟不过肺，还挺健康。他那个烟呢，都是顺的别人的，还挺持家。哎，这种男人你打着灯笼都找不着了啊！你打着火机，他自己就过来了。那个时候，我会在笔记本上写自己的小说，然后用他的名字当做我小说男主的名字，但他叫王强。就叫这个名字，你就感觉顾里不会爱他，顾里会顾他。顾里会跟他说，那个就是你那个外卖放门口就行了啊。我会每天跟王强一起坐公交车放学回家，然后就在那个公交车上幻想，说这个时候上来一个劫匪，我为了保护他替他挨一刀，这样他才能永远的记住我。我就幻想我躺在那个公交车那个血泊之中，他这样搂着我，说：“丫头，丫头。”你叫什么名字？我说我叫巴拉，巴拉，我记住你了，波阿巴勒阿拉。但公交车上有点太安全了，什么都没有发生，他就不会永远的记住我了，但我真的会永远的记住他，王强。他逃票。有时候真的觉得文学和现实就是有一些跨不过去的鸿沟。文学现在在我眼里已经变了，文学现在在我眼里它是人性之上，泡沫之下。前年夏天回母校看望老师的时候，有偶遇这个男生，但当天我也不知道，我很狼狈，也没洗头，我就临时在校门口找了一家理发店，他给我洗的头。我就在泡沫之下。他当年毕业就去学了美容美发，我很想问问他为什么没有成为我想象中的那种很厉害的大人，但我转念一想，算了算了，巴拉何苦为难王强呢？都不容易。我那一刻意识到，我们好像都不是言情小说的主角，言情小说长大了就这样自然而然的变成了严肃文学，我们都变成了严肃文学生活里的主人公。我稍微有一点点恍惚啊，好像回到了那个我们戴一个耳机偷偷看左耳的自习课上。我就问他，我说王强，你还记得左耳吗？他说别提了，左耳洗了100多个头。讲到这儿，谢谢大家，我是巴拉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叫小马，28啊。
啊，女生啊，不像对吧？像刚做完值日的。啊，巴拉前面说的这些书都是我小时候看过的，啊，但我更像爱看小马宝莉的。啊，我之前是个跳水运动员。谢谢。确实长得比较小，我朋友就很好奇，他说：“你们练跳水的是不是都长这么小？”我说：“你问归问，不要比划。”这什么意思呀？啊，我们平时都住精灵球里是吗？到我上场的时候，教练说：“就决定是你了。”我是个10米跳台的运动员。然后12岁得过亚洲锦标赛冠军。啊，不用太惊讶，因为跳10米就是这样，越小越有优势。我们是唯一一个小孩吊打大人的体育项目。我去国外比赛的时候，外国选手都吓坏了，看见我之后 ，Oh my God, so small！ 我拿了冠军之后正开心呢，教练就开始担心我了。他说：“哎呦，你这以后可咋办呢？”哎，拿了冠军之后不知道该咋办了。我是翟佳宁吗？后来我才知道，他是在担心我的发育期，因为他见过很多跳台的女运动员，遇到发育期之后就会长高、长胖，成绩开始下降。我知道发育期挺吓人的。但没我教练的嘴吓人。小马12了，咱日子不多了。你知道多少女孩前2年好好的，到了15、16岁，人一下就没了。水里是有河童吗？我确实是从15岁开始进入到了发育期，发育期最明显的病理特征就是馋。你们吃过15岁的饭吗？有一次在食堂，我教练拿着块炸鸡，他说：“你要吃了这块，你就得跑3公里。”我听到的是，只要我跑3公里，我就能吃了这块。那天我跑了个半马。我确实很难控制住体重，2个月从80斤长到了90斤，啊，胖了之后人变得很可爱。大家见过猪猪侠跳水吗？水花也压不住了，比亚锦赛那会儿跳下去，教练说：“什么时候跳下去的？”没看见，小刺客。发育期来了之后，教练说：“什么玩意儿跳去了？”小坦克。我跳水比讲单口炸多了。最怕就是去外地比赛，你不一定开到哪个好吃的城市。最怕去湖北、湖南、广东、福建，去了就胖。教练说：“你怎么回事？”我也不知道，上回去杭州也没这样呀。回来之后就开始减肥，为了减肥，经常练完之后不吃饭，饿得我满眼冒金牌。教练很挑剔，胖了说我跳不动，瘦了又说我没劲儿。我怎么样才能做到既不吃饭，又能一直有劲儿呢？咱是反兴奋剂的呀。所以有时候太馋了，就会跟舍友一块儿偷吃1碗泡面。我们怕味道飘到教练房间，我们就在阳台把窗户打开，开始通风。但是冬天太冷了，冷风吹着，我们4个人围着1桶泡面，开始发抖，开始流鼻涕。我们4个人就一口接一口，一口接一口，开始4盛1碗红烧牛肉面。就面已经很不够了，最烦那种队友拿那个叉子在碗里面转呐，给我气的。我说好了转1周，你为什么要转3周半？这是你这个年纪该做的动作吗？就知道违反泡林匹克精神。我其实也是准备12年的时候冲刺伦敦奥运会的，随后因为发育期的原因，最后还是退役了。就退役之后很难面对我的发小，
我跟他说12年我会去奥运会，你就给我等着吧。啊，结果奥运会开幕了，我看这圣火点燃了啊，我跟我发小坐在电视机前，把火锅也点燃了。他说：“哎，你咋没去呀？”我说：“嗨，我长大了，那都是小孩玩的。”但说心里话，我真的很想去奥运会。教练说，如果你想去奥运会，你的体重就需要控制在80斤。啊，我现在退役已经快10年了，昨天称了个体重，79斤。但我这个年龄肯定是跳不过这些小孩了。咱奥运会能不能设置一个30岁年龄组啊？30岁正是有水花的年纪，让大家看看什么叫真正的浪姐。谢谢大家，讲到这里。太感谢了，谢谢大家。王凯峰，我也尽量让大家快速的认识我啊。我接触脱口秀挺早的，我从大一开始，18岁那会儿，大一我就在校外沾染了脱口秀的恶习。那会儿讲脱口秀经常翘课啊。当时有一个对我影响非常大的师哥，他教给过我一句话，他跟我说：“大学我是来读书的，不是来上课的。”这个话非常厉害。说这话那年我是大3，他是大5。他们都管他这个叫延毕啊。有一天问他说：“师哥，你为啥延毕？”他跟我说：“延毕能省房租，而且大学生吃那个海某捞比较便宜。”太厉害了！我这师哥最后是续了2年。读完大5，他又攻读了一个大6，然后才，你为什么这儿有一个毕业生在？你起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好不好？我在那儿注意你很久了，欢迎你啊！非常棒，你是今年毕业还是说想穿这个过过瘾？没有，我就是今年6月毕业。今年6月毕业，已经毕业了，还是说没有参加那个毕业典礼？你可以坐下了。毕业典礼就是马上就要举行了，还没。马上就要举行，先来这里彩排一下，是不是？今天就是你大喜的日子啊！其实你这是学位服吗？是的，是硕士还是本科？蓝色的是硕士。蓝色是硕士。比我高啊！有没有读博的打算？没有没有。最好有啊！你看今天这个冥冥中都是一种暗示啊！我们今天这个阵容的组装，我们这儿有辛博，有于博，我们有庞博、黄博，还专门请来了一位李伯伯。我们今天希望你重新考虑一下这个事情啊！加油啊！我为什么要跟你互动？是因为你长得非常像我的师哥。然后也解释一下我为什么要挑战肉食动物，因为我可以在现场抓取一个搭档。后面的内容我争取能盖过这个现挂啊。内容也是精心准备的啊。但我这样很开心啊，这个就是我今天的一个策略啊。它叫不徐徐制胜。今天给大家准备的是一个读书人的这么一个人设啊，所以我开头不是说要鼓励大家延毕，我是觉得那句话很重要，就是大学是来读书的。我是一个读书人，这个能看出来吗？我相信讲到现在，应该能够发现我的这个台风是非常的虚弱。是吧？沾点那种文弱书生的感觉。他们有人说我就是那种把我扔《聊斋》里肯定得撞见东西的。我说你说什么鬼？我是那种老派书生啊，老派的，我至今坚持阅读纸质书。不爱看那个电子的，我觉得现在这个时代，电子书应该没法取代纸质书，对吧？不会啊，就哪怕你平时不看书，书在家里算一种软装，对吧？你书架里放个 Kindle， 那个就是硬装。因为电子书是没法用来陈列和收藏的。
电子书没法收藏啊。你如果有个朋友指着他那个电脑的文件夹告诉你，这些都是我的珍藏。你就会好奇，这是正经东西吗？黄的不看。全挂完了。我书架里至今珍藏着我小的时候非常喜欢的一套儿童恐怖文学，那个是我的启蒙读物啊，儿童恐怖文学。我那书非常禁忌，那个书封面就能把别的小孩吓一跳，然后封面上还写着一行小字儿，叫“胆大的翻开，胆小的走开”。我非常喜欢这个 slogan， 我当年就想把它给抄走，就写在我作业本上。我也胆大的翻开，胆小的走开，这样老师要是查出来我没写作业，我先敬他是条汉子。恐怖文学对我小时候的影响就是它会让我的内心变得越来越勇敢，但让我的身体变得越来越虚弱。少读，后来改读哲学。我挺爱哲学的，有一个非常喜欢的哲学家叫苏格拉底。苏格拉底很厉害，书里介绍说他每天就站在雅典的广场上质问来来往往的人，他的目的是希望让全雅典的人都认识到自己的无知。最终苏格拉底被判处死刑。我当年在这段旁边批注了一个字“该”。我说您太冒犯了。但我非常喜欢苏格拉底，因为我从小也想做一个像他一样知其不可而为之的人，所以我在大学毕业的时候呢，是毅然决然地选择全职讲脱口秀。这个非常的困难，至今是非常的后悔。我为此还放弃了本校的保研，不是，是延毕。我觉得这样讲会有效果啊，我也可以直接讲延毕的。强化一个误导，我怎么可能保研呢？是热爱脱口秀的，但是也有一段时间非常的迷茫。最迷茫的那段时间，有一天梦见了苏格拉底。苏格拉底笑着对我说：“该。”反正就是老派书生，热爱纸质书，还喜欢纸质书的一个点是喜欢闻书的那个香味儿。因为书香这个东西是真的存在的，而且书它越老越香，大家有共鸣吗？那种老书很香，而且随着那种岁月的沉淀，你会发现那个书的纸张也会变得焦黄而油润。所以书就是植物版本的腊肉，书就是一种对树的烹饪。为什么有的人买了书以后从来不看？因为他在等最佳赏味期。为什么有的人翻书的时候会舔手？这都见过。为什么？这个跟吃披萨一样，指尖有芝士的香味。希望大家能喜欢这个书是腊肉的比喻啊！谢谢你们，我还准备了一个比喻。关于读书这个事儿，我觉得其实读书就特别像神仙享用贡品，营养吸收了，但东西还在。所以阅读何尝不是人类的神仙体验？希望我也能有勇气把这个脱口秀就停在这里啊，但很难。我平时讲这两个比喻我非常喜欢，但他经常冷场。我甚至为此专门咨询了一个非常资深的脱口秀老前辈啊，我就把我这俩比喻发给他，问他说：“您觉得怎么样？”哎，老前辈跟我说：“我感觉就像蝴蝶的翅膀。”我说：“哦，说我浪漫。”他说：“不是，是两个都要扇。”
有说我不删，我不光不删，我把你也写了进去。观众要是喜欢，算我们俩的功劳，算我们仨的功劳。观众要是不喜欢，你就对我说一个字儿，该。谢谢大家。啊！大家好，我是大木。哎，大家好，我是晃晃，我们是肉食动物。啊！大家应该也能看得出来啊，我也是个读书人啊。行，我最近读了很多玄学方面的书。研究这种，研究啥了？我研究星座。哦，哎，你是？我是射手。那你上升？我上升是处女。哦，射手处女，你是社畜座的。啥了？这能连着说吗？这星座也太酷了。我还研究五行。哦，传统的。哎，五行它讲究相生相克。对。金克木，水克火，迈克尔、杰克逊。啥玩意儿？老外也信这个吗？啊，你就研究这些？别，我其实研究最深的是许愿池。许愿池嘛？哎，这么冷门？不，很多人相信。哦，哎，那我问一下，你在跟许愿池许愿的时候，你在跟什么许愿？小王八？有吧？里面有你这个有点冒犯了啊！冒犯了。那个许愿池里面有神仙。许愿池里有神仙？哎，许仙。我给你科普一下，好吧？这个许愿池它起源于罗马，所以里面是个罗马的神仙。那个池子里有一个罗马的神仙。哎，波塞冬。不，没那么大的官儿。阿波罗、雅典娜。不，他就是个没有名的小神。哦，哎，我觉得你对罗马也不是很了解。我刚说了3个都是希腊的神仙。雅典娜是希腊的，包括苏格拉底。他们都一起的。哦，你给罗马和希腊合并了，那你也是个神啊。我是什么神啊？你是古希腊掌管古罗马的神。城市规划这一块的。啊，不是我合并的。你刚说的吗？他们本来就都是欧盟的。所以那个池子里有一个罗马的神仙。那种白胡子老头嘛，这种。那这个大爷常年跟水里泡着，他不会得风湿吗？对吧？关节痛那种遇水。谁说他是老头了？不是老头吗？他是个小伙儿。是个小伙儿。那个池子里有一个罗马来的精壮的棒小伙儿。啊，是这种设定呀。那神仙有性别歧视呀？为什么不能是棒姑娘？有2个。有2个。那个池子里有一对罗马来的精壮的棒男女。那神仙有身材歧视呀？为什么都是瘦的？有4个。有4个。4个。除了刚那2个，还有2个你这样的，那水都淤出来了。你管那么多呢？哎，那神仙有年龄歧视啊？为什么都是年轻人？8个呀。8个。除了刚那4个，还有4个相同配置的老人。那这4个老人不会得风湿吗？他们4个在池子边上坐着泡脚。哎，那我刚开始第一次问你那个老人会不会得风湿，你就说他在旁边坐着，不就不用出现后面7个人了吗？他一个人他忙不过来。需要8个人。那全国各地那么多许愿池，这8个人就忙得过来了。每个池子里都有8个。每个池子里都有8个啊！全国各地几10万个许愿池，每个池子里有8个罗马人。对啊，那罗马就没人了。你说罗马多少人呢？罗马神仙。罗马就没神了。没神，那我们国家的神仙过去了呀。所以每个罗马的许愿池里有8个中国的神仙。对呀。八仙过海。8仙过海过了地中海啊，这么飞的吗？所以是这边的过去，那边的过来，交换神。那这是8个瘤子呀。
人家不是学生，人家是神仙。哦，神仙，反正哦，所以我们这边的许愿池里是8个罗马的神仙。那讲道理，他们哪怕不说意大利语，也应该说英语吧？怎么听懂你许愿？那8个人里面有个翻译。有个翻译吗？那8个人里有一个 translator。Yes。那还有7个呢？还有7个，还有那个负责许愿的，就一个干活的吗？那剩下的呢？还有个 HR 嘛？HR 呀，公司啊，那剩下5个呢？还有5个财务。5个财务吗？对，神仙的账这么难做？不，他们主要是贴发票。有生活。所以是个公司，那他们也996。不。那个景区啊，晚上6点关门，他们也就回家了。哦，每天6点，这帮货挤地铁去机场，然后回罗马。不，神仙不用去机场，神仙会飞，会飞，原地那种。每天6点钟，全国各地歘起来几百万个罗马人往北飞，一会儿排成一字形，一会儿排成人字形。人是汉字。他们排 people 吗？people，PEOPLE， 6点下班，排完都12点了，还回啥罗马？人家熟能生巧。不是你能不能问我点许愿相关的？行，咋许愿？许愿你就简单了呀，你就扔一个1块钱硬币。为啥一定要是1块钱硬币啊？它这个东西它就相当于这个敲门砖。扔砖不行吗？扔砖你不礼貌，它得是个礼物。LV 的包，有把愿望扔进去的吗？LV 的包太贵重了，高仿的 LV 包。不是你往水里扔进一个假的，然后出来个真的是吗？洗钱吗？我说为啥要5个财务呢？洗钱犯法，它就必须得是硬币，就必须得是。那然后呢？然后你就得双手合十啊！为啥一定要双手合十啊？双手合十显得你态度好，这样显得我态度好。不是这样才显得我态度好吗？你这样显得你态度更好，这样显得你该。你才该，就必须得双手合十，就必须得是。那然后呢？然后你就许愿啊，然后就许愿。那现场这么多人，神仙怎么样决定先实现谁的愿望？这按那个愿望的拼音首字母啊？不是你许愿我看看。神仙时间，我 S 施恩神，太靠后了。我希望明天 W，你更靠后了。那你都咋许？我一般我就，哎呦喂，谢谢你。都要 A 开头啊？当然得 A 开头啊，其他门派都是 A 开头啊。阿门、阿拉、阿弥陀佛。让你研究明白了。学会了。学会了。那以后我是不是就天天许愿就行了，啥也不用干，是吧？也不用写麦菜了，也不用创作了。那当然不行了。你许愿归许愿，你愿望实现主要还是得靠自己。靠自己吗？我许愿了，我还靠自己啊？不是，你看啊，我们站在许愿池旁许愿的时候，看见的不就是自己的倒影吗？哎呦喂，开始上价值了！天哪，自己是自己的神，那来吧，跟我一起。干嘛呀？组成 people。谁跟你组这玩意儿啊？谢谢大家。